医生这个职业似乎自古以来都是受人尊敬的，因为人在不舒服的时候第一时间都会求助医生，就算是没病，至少也能寻求安全感。可如果一个医生不止不给你治病，反而滥用职权，利用患者对自己的信任做一些丧尽天良的事情，那这个医生该有多么的恶心呢？在第一个故事开始之前，我想问一下大家有没有过牙科恐惧症？可以在弹幕里面举一个手。我记得小时候刚走进牙科诊所，就能听见呲呲呲的机械声，整个人都不太好了。根据世卫组织统计的数据，全世界有70%的人都有口腔疾病，但前往牙科诊所治疗的占比并不高。我想大部分人就是因为怕疼、嫌麻烦，或者是担心牙医的技术，怕被坑。但是各位知道一位牙医如果黑心起来可以到什么程度呢？你以为的高价治疗、高价器材，那都只是小儿科。这人为了利润，竟然可以在5年之内故意破坏患者数千颗好牙。话说到这里，各位的牙齿是不是又酸了一下？声明一下，本期视频并没有广告，但我相信看起来会比广告更加的难受。有蛀牙的小伙伴肯定都知道，如果牙齿蛀得特别严重，已经没有办法补救了，就必须要给牙齿装一个套子，那就是牙冠。而在此之前，医生必须要把牙齿磨小做根管治疗。如果单纯补牙的话，省时省力又省钱；而做牙冠的话，不仅要跑好几次医院，价格也翻了好几倍。所以老话常说，小洞不补，大洞吃苦。如果发现蛀牙，还是要尽早处理为好。但即使你有这觉悟，要是碰到类似于斯科特、查莫利这号的黑心医生，那就等着做牙冠吧，一点都没有商量的余地。在美国威斯康星州有一家牙科诊所小有名气，它名叫杰克逊家庭牙科。方圆几公里城镇当中的居民，但凡出现口腔问题，都会首选这里。该牙科诊所的创始人兼主治医师名叫斯科特·查莫利，他带着热情，工作细致，30多年的从业经验似乎更值得信赖。因此，每当碰到牙齿问题，患者对于斯科特的诊断完全是深信不疑的。可没想到，斯科特医生竟然如此心术不正。托德是他的一名患者，因为牙齿酸痛，他前往杰克逊家庭牙科就诊。本以为是小的问题，没想到斯科特非常严肃地告诉他，这颗烂牙坏在2颗牙齿中间，很难处理，唯一的办法就是要安装2颗牙冠，而且他还建议一次性装完2个，省得麻醉2次。考虑到对方是专业人士，虽然牙齿只是轻微酸痛，并没有影响正常生活，但托德还是选择相信他，乖乖交了钱，装了2颗牙冠。但谁也不知道的是，斯科特磨掉的是托德的好牙。当然，和托德有相同经历的患者不计其数。每当患者犹豫要不要做牙冠手术的时候，斯科特都会使出杀手锏，就是安排患者拍一个 X 光。他会随便指一条线或者一个点，大言不惭地介绍道，这就是牙齿坏掉的部分，如果再不做牙冠，以后可能就得拔牙、种牙，这些费用可不是什么小数目。一般话说到这份上，患者的心理防线基本都已经被打破，就此妥协。据统计，从2016年到2019年，杰克逊家庭牙科所做的牙冠手术数量远超其他诊所，获取利润超过420万美元。还有数据显示，斯科特每年至少要做700次牙冠手术，多的时候要超过1000次。而在威斯康星州，每100名患者当中，牙医平均会做6次牙冠修复手术，可到了斯科特手里，他的平均次数高达32次。另外，斯科特向保险公司提交了大量人为损害的牙齿 X 光片，来证明手术的必要性。但如果碰到牙科保险公司拒赔的情况，斯科特也不会罢休。要知道，捏造事实可是他的看家本领。贝利·拜尔曾经是斯科特的牙医助理。之所以离开诊所，是因为贝利觉得工作氛围很奇怪，牙科手术搞得像推销一样。在他看来，如果患者的牙齿情况很糟糕，那就必须要做手术；但如果还没有坏到要做手术的程度，那就应该不做，而不是要搞得模棱两可，有商量的余地。身为牙医助理，贝利最重要的工作任务之一，就是要想方设法帮助斯科特劝说患者同意手术。根据贝利透露，其实斯科特以前也没有这么过分，但自从诊所搬进更大的地方，可能碍于房租成本等压力，斯科特咨询了市场营销的专家，对营销的态度直接180度大转弯。他开始鼓励工作人员反复向患者进行推销。而这确实奏效了，随着患者增多，手术时间也安排得非常紧张，拍 X 光的频率也远超其他牙科诊所。通常来说，牙科手术的大部分费用可以申请保险公司报销，患者还需要自费一小部分。所以斯科特频繁拍 X 光，也是因为这样申请的保险理赔会更加的容易一些。于是贝利厌倦了这样的工作，他选择辞职。但他怎么也没想到，斯科特竟然会无耻到故意破坏患者的牙齿，好让自己赚更多的钱。2019年，斯科特的行为终于被曝光，这是因为他把诊所卖给了另外一名牙医，对方翻阅了诊所过去的医疗资料，
意外发现之前的牙冠手术多得离谱，而且很多医疗记录都明显造假。事情败露后，有将近100名患者联合起来起诉了斯科特，其中一些人自身境况并不好，还得依靠微薄的薪资来支付着完全不必要的支出，实在是令人心寒。而截止到2020年底，斯科特的银行账户里面有超过680万美元的资产，在威斯康星州和亚利桑那州都拥有好几处度假房产，而这些都是他通过不正当途径获取的。他故意损坏患者健康的牙齿，又从中收取了治疗费用，还把保险公司和患者耍得团团转。2021年2月，斯科特的牙科执照被吊销，他还被判犯有5项医疗保险欺诈罪和2项虚假陈述患者治疗的罪证，有可能面临最高20年的监禁。那如果说斯科特的行为已经可以让你们咬牙切齿的话，那比起接下来的这位无良医生，磨掉点牙齿还真算不上什么大事。法里德·法塔是来自美国底特律的一名知名肿瘤学家，事情败露后，他也成了致命的化疗罪犯。简单点来说，就是法里德严重误导患者，在只需要观察病情发展的阶段就安排他们做化疗。另外，为了降低成本，有些患者明明需要特殊的化疗处方，法里德却又故意无视这一需求。随着患者数量的增加，法里德变得更加贪得无厌，甚至开始让那些已经步入临终关怀的患者重新接受化疗，反反复复，为的就是申请更多的医疗保险。反正到了法里德手里的患者，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，仍然有被榨干的价值。据统计，法里德总共为553名患者进行了2007次的多余注射。最关键的是，这些治疗不仅都是没有必要的，而且还有可能对患者造成致命的危害。另外，还有医学专家指出，大概每位肿瘤学家每年都会购买1万美元的药物，但法里德每年在药物治疗上面至少要花费5万美元。对此，他有一套看似完美的解释，他吹嘘自己的治疗方案具有革命性，因此剂量远超平均数值也完全合乎情理。莫妮卡·弗拉格是其中的一名受害者，她被法里德诊断为多发性骨髓瘤，接着就是一系列的化疗方案，以及好几轮不必要的骨髓活检。可莫妮卡认认真真的接受了治疗，只感觉整个人身心疲惫。她曾经有过质疑，但法里德解释说道，癌症发现的及时已经是万幸，莫妮卡终身都要坚持化疗。考虑到法里德是业内备受尊敬的医生，所以他也就不再怀疑，把这一切都归咎于自己的疾病太过刁钻。好在莫妮卡遇到了后来揭露这一骗局的人，他的名字叫做乔治·卡拉德谢，是法里德手下的一名助手医师。起初不断有工作人员离开诊所，乔治觉得很不对劲。后来当他得知诊所的另外一名肿瘤学家竟然也要辞职，于是便向他打听起了实情，而对方说是自己与法里德的治疗理念背道而驰，暗示法里德对不需要化疗的患者强行安排化疗，这让他无法忍受。乔治大为震撼，也不敢轻易下结论。直到有一天，莫妮卡准备做第2次化疗前，在家不小心被行李箱绊倒，摔断了腿，于是紧急住进了医院。当时法里德不在医院，是乔治给莫妮卡看诊的。在认真看了莫妮卡的医疗表格后，乔治非常的诧异，他发现莫妮卡压根就没得癌症。想起之前离职的同事所言，乔治现在完全相信法里德私底下正在做一些肮脏的勾当。于是乔治提醒莫妮卡，她非常的健康，再也不要来法里德医生这里治疗了。而听到这一消息的莫妮卡欣喜若狂，多少个夜晚她担心的整晚都睡不着觉。现在事情有了反转，发现是虚惊一场，可她又开始心烦，第1次化疗是否会给身体带来不良反应，而且还有这么多的患者平白无故做了多余的化疗，该有多么的痛苦。如果不是亲眼所见，乔治可能仍然无法相信，他所工作的地方可是密歇根州最大的私人癌症诊所，创始人法里德的背景在业内也是首屈一指的，许多疑难杂症的患者都会介绍到他这边。凭借知名度，法里德每年接受的癌症患者不计其数，大家都是慕名而来。仔细回想，乔治很少听说过有患者抱怨药物产生了不良反应，或者质疑医生的诊断。不过后来他才知道，任何对治疗方案提出质疑的患者都没有好果子吃，因为法里德会对患者 PUA， 让他们确信如果没有他的话，患者早就一命呜呼了。自从丑闻曝光后，法里德被告上了法庭。在与受害者与其家属对峙的过程中，法里德一脸漠然，他丝毫没有流露出一丝悔恨。所有人都无法接受，他曾可是业内的权威人士，给多少癌症家庭带去了最后的希望。可到头来，法里德为了一己私利，摧残了患者的肉体与灵魂，简直就是个十恶不赦的大骗子。据调查，在2015年的时候，法里德共计给553名患者进行了没必要的治疗，又通过弄虚作假，从保险公司骗取了1760万美元的巨款。最终，他因欺诈罪被判处了45年监禁，并向以前的患者及家属赔偿了626万美元。法官也表示，见识过很多医疗保险欺诈案件，大多数都只是与金钱相关，而在法里德的案子中，他所赚到的每一分钱都是建立在患者的痛苦之上的。可悲的是，刑期有限，但患者所承受的痛苦是无限的。一想到这么多年来，法里德竟然还能心安理得地躺在大豪宅里面享受，真是印证了人性的恶意。
为了金钱，有些人可以多么的丧尽天良。那好了，本期视频到这就结束了。各位对于这些无良医生有什么看法，可以在评论区下方留言。那如果觉得视频做得还不错的话，也别忘了点赞、收藏和关注。我是真人，咱们下期视频再见吧。